Hello， 大家好，咱吃货小姐妹们许愿的熬糖版牛轧糖来啦！不要以为熬糖版的牛轧糖很难，看了我的视频，你真的不会觉得难。我总共就做了2次，都没有失败。第一次会觉得有点手忙脚乱，但是第2次用了一个小妙招就轻松拿捏了。今天这个视频会告诉新手朋友们怎么做起来更顺手，还有做牛轧糖可能会出现的失败问题。牛轧糖是通过将糖熬煮到适当温度，再混合黄油、奶粉和坚果制作而成。这种工艺的关键在于糖浆的温度控制和材料的混合时机。先把熟花生和黑芝麻倒在烤盘里，放到烤箱里开100度保温。坚果要用熟的，如果你的坚果不熟的话，要提前烤熟。黄油用小火融化或者隔水融化，融化以后就可以关火保温。水饴也就是玉米糖浆、白糖、盐、清水一起放在一个厚底的小锅里。熬牛轧糖建议用一个厚底的锅，不能用太薄的锅，不然温度有可能会不均匀，也容易糊锅。我是全程用中小火熬煮的，开锅之前先不搅拌，糖要稍微煮一会儿，这个时候先打发蛋白，蛋清加糖把蛋白打发，打到跟做戚风一样的状态。就这样提起打蛋器有一个下垂的尖角就可以了。锅里开锅了以后可以搅拌，把材料拌匀。牛轧糖的基底是糖浆，通常是由白砂糖、水和水饴组成。随着熬制温度的升高，糖浆中水分逐渐减少，糖液浓度进一步提高，最终会形成具有一定硬度的糖体。糖浆最终熬制的温度根据环境温度、湿度，每个人制作起来都会有所不同，不过会有个参考，就是140度。第一次做你就熬到140度，成品如果吃起来觉得硬，下次就降低点温度，可以137、135这样。如果吃着觉得太软，那就再增加几度，可以143、145这样子。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是我第一次做的时候，糖浆熬到140度，然后慢慢的倒入到打发的蛋白中继续打发，打一会儿打到材料混合均匀，请记住这个画面。因为室内温度较低，糖浆离火以后温度会迅速下降，和冷的蛋白混合以后会变硬，打发起来会比较困难，打蛋器打得有些吃力，有的人甚至直接把打蛋器就给打废了。这里可以看到倒入黄油以后继续搅打，我的打蛋器自动停了，不过还好它扛过来了。可以看出来这个状态是有些硬的。然后加入奶粉，用刮刀翻拌均匀，因为加奶粉之前就有点硬了，所以加了奶粉以后搅拌的时候就更吃力了，最后我不得不上手了。最后的结果就是它已经比较硬了，但是我的奶粉还没有充分的揉均匀。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能算失败啊，因为吃起来也还是很好吃的。总结了第一次制作的经验，所以第2次我准备了一盆水，熬糖的时候就开最小火把水加热，等糖熬到140度，直接把打发的蛋白放在热水上，然后立刻马上趁热把糖浆一股脑都倒进来。这个时候锅底的糖浆温度高，很轻松，可以用刮刀全部刮下来，基本也不会粘在锅底。然后再用打蛋器搅打均匀，温度上来了，糖的状态就不会很硬，打起来很轻松，也不会打废打蛋器。看这个状态就比第一次的柔软顺滑很多吧，打蛋器打起来也没有那么吃力。打匀了以后就加入黄油，此刻如果这个黄油没有融化也没关系，只要是软化的就行，因为盆里的温度比较高，放进去打一会儿它就融化了。这个就是最后打好的状态，看上去很柔软很细腻。然后再加入奶粉，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把盆拿下来，不过室温太低的话，建议还是隔热水搅拌完成后再取下来。看我这第2次最后拌匀以后，就比第1次的状态细腻很多吧。然后把烤箱里保温的坚果取出来，直接把糖倒在上边，就在这个热烤盘里反复的折叠按压它，这个时候糖也没有很硬，揉起来也会比较轻松一些，它的温度也没有那么高，不是很烫手的。如果你喜欢吃有嚼劲的，可以多按压折叠一会儿，按压折叠越多，它的口感会越 Q 弹。揉好以后就给它整理平整就好了。这个配方差不多是28厘米方盘半盘的量，把配方全部乘以2就可以做1整盘了。整好以后我给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了一会儿，等它凉了就可以拿出来切了。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制作牛轧糖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切糖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拉锯式切的，我对比了一下，这样拉锯式切比直接一下子下刀切出来更光滑整齐。
也不能冰箱放置太久，如果你糖温度熬得比较硬，它太凉太硬，切的时候也会碎的。牛轧糖容易吸湿，导致糖体变软，做好以后就及时包装，可以用蜡纸或者糯米纸包裹，再密封保存，室温较高就放入冰箱冷藏保存。这个花生黑芝麻的牛轧糖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口味，整体吃起来不会很甜，也不粘牙，奶味明显，略有嚼劲，真的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蛇年将至，那我就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的生活像我们做的糖果一样都甜甜蜜蜜。